你认为你的工作有意义吗？还是你的工作根本是个屁？英国民调机构 YouGov 统计发现，有将近40%民众认为自己的工作对世界没有贡献。为什么号称最有效率的资本主义会创造出这么多没有意义的工作？今天要来面对的这一本书《狗屁工作》，就是要来探讨这个吊诡的现象。这本书的作者是人类学家 David Graeber， 同时也是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发起人之一。他在2013年写了一篇文章论狗屁工作现象，结果得到热烈回响，收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狗屁工作心得。所以这本书可以说是各行各业的独家内幕大爆料。接着就让我们来介绍有哪些工作是狗屁工作，这些工作对人造成了什么危害，工作的价值与本质又是什么。先来定义一下什么是狗屁工作，就是这个行业里的人多数都否定这份工作存在的意义，认为这份工作消失了也没差。但毕竟是受雇于人，所以还是不得不说这份工作有理由存在。作者把狗屁工作分成5种类型，第一种叫做帮闲，这类工作的存在只是为了让公司上级看起来很有地位。例如柜台的接电话人员，大部分的工作时间都闲着没事干，被雇佣只是为了公司门面，因为这样看起来才像有格局的公司啊。或是有经纪商为了装出赚钱太忙没时间亲自接电话的假象，会聘人来当卖股票的电话销售员，让客户以为这家公司一定事业很成功。这些帮闲都会抱怨，工作只是为了让上司看起来很像大咖，根本是不必要的下属。第二种狗屁工作叫做任务大师，就是不必要的上司专门创造狗屁任务给下属。像是许多企业的管理经理会抱怨，他们的工作是监督根本不需要被监督的人，发明各种统计指标来让下属更忙，但没有这些指标，下属反而可以自己好好工作。或是大学里开始出现教务长、策略领导人，为了迈向顶尖大学，发明一堆量化方法来评估绩效，结果大学教授要耗费一堆时间写文件自我评估，反而越来越少时间可以认真教书做研究。这种就是专门制造狗屁给别人做的任务大师，简直就是一台狗屁生产器。第三种狗屁工作叫做打手，就是被雇用来促进雇主利益，赢过竞争对手，但做的事情其实对社会没有帮助。最典型的就是电话销售员，这些人都抱怨自己的工作不但对世界没帮助，还对别人的生活造成了困扰。还有企业法律顾问抱怨自己只是在帮无良大企业打官司逃漏税，或者广告业者用后置特效让清洁产品、美白产品看起来更厉害，但他们却觉得自己是昧着良心，诱骗人们去消费，助长不必要的消费文化。第四种狗屁工作叫做打勾人，这类工作的存在只是要让公司能够宣称自己有在做事，像是为了申请到经费，公司开会报告会找专门团队制作一堆精美的 PPT， 但大家都心知肚明那些都是鬼扯。或是负责设计大企业的杂志，专门刊登吹捧自己公司的报道，所以工作内容就是要让主管看得爽。螃蟹腿，螃蟹腿，螃蟹腿，螃蟹腿。第五种狗屁工作叫做补漏人，公司本身存在某些漏洞不去改善，反而另外聘人来擦屁股。最典型的就是客服人员，这些人根本没有行政权力，所以顾客打来抱怨，他们也不能真正解决问题。那设立客服人员的用意到底何在？其实就是负责当被客户骂的出气筒。如果你的工作都不是这5类的狗屁工作，也不要高兴得太早。美国的企业工作报告就发现，从2015到2016年，办公室职员的主要工作时间从 46% 减少到 39%， 花在 email、开会、行政事务的时间加起来比真正的工作时间还多。也就是一般的上班族工作也开始狗屁化。照这个趋势继续发展下去，可能10年后就没有人在办公室里工作了，大家都在开会回邮件。作者就指出，狗屁工作大多是白领阶级的工作，也就是收入高，但是工作没意义。而蓝领阶级正好相反，工作对社会有贡献，但是收入却不高，导致常常变成争不到人的屎缺。所以资本主义创造了一个很奇怪的世界，想要高薪的人就必须去做没意义的狗屁工作，想要对世界有贡献的人就必须去做低薪的屎缺。那这套工作体制到底出了什么问题？经济学家常常会说，
经济目标追求的是成本最小化、效益最大化。这背后其实有一套人性预设，认为每个人都会倾向选择花费最少资源精力就能满足自己欲望的行动。根据这种人性论，如果政府福利太好，穷人就会不想工作了，因为人性就是好吃懒做，想要不做事就有钱拿。但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要如何解释为何钱多事少的狗屁工作会让人不爽？这代表除了金钱报酬以外，人一定还渴求某种工作的意义。例如社会学家就发现，如果劳工可以继承一大笔遗产变富翁，仍然有80%民众会选择继续工作。经济学家也发现，监狱受刑人有免费牢饭吃，而且还可以不用做事。但你如果不准他们做日常清洁工作，他们会感觉是一种惩罚。所以即便不考虑金钱报酬，人依然会渴望工作。德国心理学家 Carl Gross 就发现，小婴儿发现自己的行动可以对世界产生影响的时候，会开心得不得了，因为这会让人有一种操之在己的感觉，感觉到促成一件事情发生的人是我的那刻，人才感觉到自己真的存在。所以自我的存在不是源自大脑，而是源自行动。相反的，无法对世界造成任何影响的人等于不存在。这就是为什么小朋友那么喜欢玩游戏，因为可以从中得到操之在己的乐趣，进而发展出自我感。心理学家也发现，如果你剥夺小朋友在游戏中的自主性，他们会暴怒、拒绝参与，最后感到无意义。如果太频繁感受到这种徒劳无功的创伤经验，日后甚至有可能造成心理健康问题。所以狗屁工作之所以让人不满，正是因为它否定了工作的意义，让人透过有意义的自主行动来感觉到自己的存在。俄罗斯大文豪杜斯托耶夫斯基在他的《死无手记》里就记载过一样的经验。他说他在西伯利亚当囚犯时，发现最可怕的酷刑不是服劳役，而是做无意义的劳役。因为服劳役可以透过做事来得到成就感，但如果是做无意义的劳役，像是把一堆土从这里挖到那里再挖回来，对人来说如同精神虐待。这就是为什么做狗屁工作的人都会抱怨，我觉得自己完全没价值，就算我消失了，世界也不会有什么改变，因为这些工作根本就无法让人感觉到自己存在，反而变成了一种精神暴力，对人们造成心理伤害。除了失去工作的意义以外，狗屁工作还揭露了另一个资本主义的问题。原本资本主义用时间来计算工时是为了效率，但是狗屁工作可能只需要1小时就可以完成了，老板却会要求你剩下7小时依然要去找事情做。这等于是在暗示劳工说，做事不要太有效率，不然我会指派给你更多工作，而且还不会加薪。结果就发展出一种职场文化，员工在办公室假装工作，但其实是在滑脸书 IG， 上司也知道你在鬼混，但大家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明明是可以快速解决的工作，反而变得没有效率。这背后其实蕴含了一种工作观，认为老板付你薪水买的是你的时间，所以上班时间如果偷懒就是薪水小偷。但是很多文化里根本没有这种概念，因为时间是无形的，怎么可能买呢？例如人类学家 Evans Pritchard 研究非洲的努尔人，发现他们根本没有时间的语汇，他们描述时间的方式是说，这2个村子的路程就像煮一锅饭那么久，所以他们不是以时间来衡量行动，而是以行动来衡量时间。时间不是工作的度量衡，工作本身就是度量衡，所以工作结束了就可以回家了，不像资本主义一样，因为下班时间还没到而必须待在公司里。作者认为，正是因为狗屁工作的崛起，让人们在上班时间有很多零碎的空闲时间，所以就会在社群媒体上发文，制造梗图迷因，这才是社群媒体兴起的主因。其实是因为大家上班太无聊了，需要解闷的出口，但是又必须坐在办公室里，所以只好用零碎时间做创意抵抗，当做狗屁工作的解药。在1930年，经济学家凯因斯曾经预言，科技进步会让21世纪的欧美国家1周只需要工作15小时。结果凯因斯的预言没有成真，因为资本主义创造了更多狗屁工作来给人们。那问题就来了，为什么程度最有效率的资本主义却创造了一个充斥狗屁工作的世界？作者认为，这是因为叫人们去做没意义的工作，对统治阶级非常有利。像是乔治·欧威尔在《巴黎伦敦落魄记》就提到，延续没用的工作是为了让社会大众没有闲暇时间，因为他们一有闲暇就会构成危险，
不如让他们忙到没时间思考。像是在1960年代，狗屁工作还没出现时，劳工有很多闲暇时间可以聚在一起嗑药、玩音乐、讨论公共议题，结果发展出了嬉皮文化跟大规模的社会抗争。所以统治阶级学到教训了，不能让劳工阶级有自由时间，最好用工作让他们忙得要死。这也是为什么在19世纪的美国种植园，奴隶主即便是在淡季也会要求黑奴做事，因为他们知道奴隶如果有自由时间，一定会密谋逃跑或是叛乱。除了时间因素以外，狗屁工作带来的高就业率也有助于政权稳定。例如，奥巴马在谈健保问题时，明明承认私营会带来竞争跟不必要的人力开销，但是又说如果变公营的话，会造成上百万人失业。所以为了维持就业率跟 GDP， 应该继续让美国人在私人医疗保险企业做狗屁工作。Since healthcare represents 1/6 of our economy, I believe it makes more sense to build on what works and fix what doesn't, rather than try to build an entirely new system from scratch. 以前的苏联为了实现完全就业，给每个人工作，结果创造出很多冗员，买一条面包要经过3名店员。结果资本主义现在却在做一样的事情，只是差别在于，社会主义的苏联是创造数百万蓝领冗员，而资本主义是创造数百万白领冗员。最后还有一个促成狗屁工作兴起的重要因素，在1950到1980年代，西方工业国家有一个默契，如果生产力提高，就帮劳工加薪，这叫做凯因斯协议。所以在这30年间，生产力跟平均薪资同步提升。但是在1980年代以后，生产力提升带来的利润却没有拿去帮劳工加薪，那这些钱跑去哪了？答案是用来聘请白领的行政经理阶层，让资方可以在组织里建立一套等级阶序，把权力从劳工手里转移到管理阶层。所以在1980年代开始出现各式各样的管理工作，像是金融、顾问、文书、会计，而这些狗屁工作时常阻碍了真正的工作。例如在好莱坞的影视产业，1982年可口可乐买下哥伦比亚影业，制作电影的高层变成执行管理总监、开发执行乡里，这些人都是学商科出身的，是一群不看电影也不懂电影的人，而且他们也不会马上让你的剧本通过，否则这些创意总监就没事忙了，反而是过程拖越久，可以让创意总监领越多薪水，结果一个剧本要等好几年才可能获得青睐。这就是为什么1980年代以后的电影都那么烂。在学术界也是同样的情况，以前的大学营运就跟中世纪的传统一样，是让大学教授自己治理，因为他们是第一线的工作者。但是在1980年代以后，大学行政主管、行政职员的比例大幅增加，用各种绩效考核来折磨大学教授，结果真正做事情的时间反而变少。但是为什么这种转变是从1980年代开始呢？作者认为，因为在这个时间点，资本主义转向了金融资本主义，而金融业正是创造狗屁工作的典范。有许多金融银行业者跟作者爆料，说自己的工作根本就是诈骗。例如，英国史上最大金融纠纷还款保障保险 PPI， 明明是不符合理赔资格的客户，银行还不当销售保险给他们。纠纷出现后，委托会计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处理，但这些事务所竟然刻意允许员工出错，因为这样才能延长合约，赚更多的钱。或是有一种工作是评估投资银行的交易是否合法，但事实上会犯法的交易早就都被转到洗钱天堂开曼群岛了，所以评估交易一定都是100%合可。但是如果这样报告反而会让人怀疑，所以银行还要聘人来做狗屁工作，造假数据，让报告看起来真的有抓到一些问题。还有一个更夸张的案例是，一位跨国银行的风险管理师，他发现银行6万名职员的工作有80%其实都可以写程式自动运行，但他呈报给主管后却完全不被采用，因为如果用电脑自动化，很多员工会变得不必要，这样银行主管就没有下属可以施展权力。所以其实创造狗屁工作是银行金融业维护权力的手段。上级先透过贷款债务从人民手中收刮大笔财富，然后再分配给银行里的下属，让下属忠诚于他们。这种分配方式仿佛就像中世纪的封建制度，所以作者也把这称作管理封建制。那么有什么防止狗屁工作继续增长的方法呢？作者认为，首先我们必须重新看待工作的价值。
以往人们常常都用市场来衡量工作价值，仿佛一个工作的市场需求越大就越有价值。但是根据这种观点，大公司愿意付高薪找人来做狗屁工作也很有价值。所以市场不是有效的价值标准。作者指出，我们可以用一个思想实验来衡量工作的价值。想象某天醒来，某一份工作的人突然消失的话会如何？例如医护人员、清洁工、司机、超市员工、消防员、老师，这些人如果消失，世界一定会无法运作下去。如果是导演、音乐、艺术家，这些人消失的话，世界会变得很无趣。但如果今天消失的是避险基金经理人、行销公关、游说团体、法务律师，世界应该不会有什么差，可能还会变得更好。像是在2017年 Uber 创办人 Travis Kalanick 请辞，一连串高阶主管走人，公司还是可以继续运作下去。或是在1970年，爱尔兰曾经出现银行罢工，结果银行业消失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根本不受影响，只是改用开支票当作货币流通。相比之下，纽约清洁工罢工，光是10天就让纽约市民无法生活。用这个思想实验，我们可以重估一份工作对社会的价值。但奇怪的是，一个工作的社会价值通常与经济价值成反比。英国新经济基金会研究发现，银行家每赚1英镑就摧毁7英镑的社会价值，但平均年薪却高达500万英镑。清洁工每赚1英镑就增加10英镑社会价值，但年薪却只有13000英镑。一个人做的事情越有贡献，拿到的收入却越低。有些人会反驳说，这是因为银行家的人力训练时间更久，薪水才那么高。但是一大堆博士读了5-6年才毕业，为什么教职的薪水还那么低？或者有另一种反驳是，那是因为供给跟需求不符。但事实上，现在美国护士的供给严重短缺，但护士薪水还是非常低。反而法学院毕业生已经供过于求，但是律师薪水还是非常高。所以我们必须反思当前的工作体制，为什么给那些真正有贡献的工作那么低薪，而没贡献的工作却可以坐拥高薪？真的是因为市场供需、人力培训的缘故，还是决定薪资的资方刻意维持这种不平等的分配模式？除了重新思考工作价值以外，作者也认为我们必须回去审视工作伦理的历史，因为社会上常常有一种合理化低薪的理由是，如果你的工作有社会贡献，让你满足，那你在工作的当下就已经得到报酬啦，何必还奢求更多薪水？这种观念发展到现在变成去做你热爱的事，不要计较酬劳，所以开始出现没薪水的实习生，帮人免费翻译的网络乡民，帮人免费做软体的工程师，免费拿网友文章来刊登的新闻媒体，还有免费创作影片的 YouTuber。 结果造成一个非常价值颠倒的工作体制，做没意义的狗屁工作可以领高薪，但是做自己热爱的工作反而不能够拿钱，这到底是什么世界？回顾一下历史，就可以发现这种态度其实有神学根源。在圣经里，劳动是上帝对亚当夏娃堕落后的惩罚，诅咒男人要在大地上耕作，女人要怀孕受苦。而在古希腊，劳动本身就是奴隶在做的事情。亚里士多德甚至认为，工作会让你变成一个更糟的人，因为它会让你没时间思考公民政治。但是到了18世纪工业革命，清教徒的宗教观改变了欧洲人的工作伦理，人们开始认为工作是惩罚，但同时也是救赎。例如，英国思想家卡莱尔就认为，人可以在工作中臻于至善。上帝创世造人的旨意，就是要让人有机会可以藉由劳动来完成神的事业。不能工作是一个人最大的不幸，因为他无法实现生而为人的天命。所以人工作不应该要求现世的回报，因为工资不在任何地方，而是寄望在天堂。这种工作观演变到了今天，就变成做你热爱的工作就是最好的回报。到了19世纪，出现了经济学家李嘉图跟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认为劳动是财富的源头，劳工才是价值的创造者。这个观念传到美国后，变成了当时的常识。所以林肯就说，劳动先于资本，资本只是劳动的果实。但是在南北战争后，企业资本主义席卷美国，生产者为中心的工作观让人民把资本家当成强盗。所以在1890年代，资本家阶级就发明了一套新的意识形态，宣称不是劳动，而是资本创造了财富。
集中资本可以让生产力提高，让商品价格降低，让所有劳工都能消费，过上好生活。到处宣扬这套说法的人，就是美国的钢铁大王安德鲁·卡内基。结果这套意识形态一直延续到今天，劳工不再以生产者，而是以消费者为中心来思考，不再是用我工作创造了什么来定义自己，而是用我消费了什么来定义自己。但有趣的是，即便这种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今天依然非常盛行，但在狗屁工作出现后，人们又开始意识到，工作没意义的话，即便有薪水可以消费购物，人还是会失去定义自我的能力，因为工作就是自我价值的源头。作者在这本书的结尾提到了一个狗屁工作的解决方案，就是全民基本收入。一讲到基本收入，大家常常会问，那钱从哪里来？作者认为，消除狗屁工作就可以省下一大笔钱来支付基本收入。例如，英国政府的就业及退休金事务部聘请数千人来做狗屁工作，让申请社会福利的人必须过重重关卡。结果，合乎领取失业补助资格的人，实际上有 60% 的人拿不到钱。政府花钱聘人来做的工作，只是为了确保穷人不能太容易拿到钱。这种工作连员工都觉得是狗屁。但是如果可以废除这些政府官僚里的狗屁工作，就可以把纳税人的钱省下来，拿去发放基本收入。表面上看来，许多政府官员会失业，但实际上他们是从狗屁工作中解放，而且还可以拿到基本收入去做自己爱做的事。如果实施全民基本收入，可以让工作与生计脱钩，人们就不会因为生存压力而被迫要去做狗屁工作。如果想赚更多钱的人，也可以去做自己喜欢的工作，而不想工作的人也会有更多的自由时间。这是各国都可以尝试看看的社会实验。如果实验1年后觉得成效不佳，再改回来也不会有什么损失。希望今天介绍的这本狗屁工作，可以让大家想想自己的工作到底是不是狗屁。如果你想更深入了解工作的价值与意义，我非常推荐这一本狗屁工作，也欢迎你留言自己的狗屁工作经验，让大家看看你的工作到底有多屁。别忘了留言加分享这支影片的脸书贴文，就可以抽狗屁工作1本哦。现在下载 Hami Video App， 订阅 CAT， 即可抢先14天看到超级歪的最新影片。也欢迎你加入 YouTube 频道会员，支持节目长期运作。